世界循环往复，有无相生。而我的世界，在漫画之中，方寸之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米二，又见面了。在那天外的世界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能量，叫做气。能够运用自己体内气的人，被称为异人。他们隐藏于世间，遵从异人世界法则，受到特殊部门哪儿都通的管理。我们作为艺人管理机构，表面上我们输送快递，实际上我们负责清理那些艺人中的败类。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保护普通人世界不被艺人影响。身为艺人的张楚岚，隐忍多年，却因一场霍乱被卷入了艺人界，从而结识了身世隐秘的不老少女冯宝宝。张楚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奴隶了。奴你妹呀！两人朝夕相处，闯荡艺人世界，结交了诸多身怀绝技的艺人朋友，历经各种挑战，最终建立起深厚的羁绊。与此同时，张楚岚发现冯宝宝有着更为神秘的身世。我不晓得该啷个办了，我也想回家。宝儿姐，我会帮你找到真相，找到可以回去的地方。为了帮冯宝宝恢复记忆，找回身世，张楚岚不断成长自身，拼尽全力。我要干翻的是这汤头。最终，他们找到了真相。原来冯宝宝就是假身之乱的真正源头，一切祸乱因他而起。同时，张楚岚发现，他从小到大一直被冯宝宝默默守护。他才4岁，你难道一直等下去吗？只要我有的是，我等得起。真相带来了危机，在这场劫难中，冯宝宝遭受重创，再次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张楚岚用自己的讲述，帮他重新找回了点滴过往，但冯宝宝的神秘身世，却始终是一个巨大隐患，牵动着所有关心他的人。野心家蠢蠢欲动，整个艺人世界也即将陷入一场新的危机。而这一切，都从哪儿都通的一个特殊案件开始。哪儿都通紧急通报：今日凌晨1时左右，西南大区广盛路仓库发现一具男性尸体，有不明毒物扩散的风险，该区域进行封锁管制，非相关人员请勿前往。毕董，请坐我跑步。案发现场非常诡异，这种情况从未遇到过。毒素侵蚀到五脏六腑，尸体有较大程度的腐烂。这种毒素有生长能力，透过身体不断外延，呈现出的形态也极其特殊。我不回去。
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。恶如天却绝痛，如若雨如其失去空。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。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。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巴黎战斗，寻找机会对手，是每家的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陈留下向万物星，带领历史功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相对下地为我疯。人是恶源头，年让我心斗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即使悔不当初，化身为兴起极乐行之物。哪儿都通作为异人世界的管理组织，维护异人世界稳定，铲除异人邪恶势力，避免异人干扰普通人世界，确保二者和谐共存。哪儿都通对外以快递公司的身份出现，是兼具科研与管理职能的特殊部门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哪儿都通分为7大辖区，而7大区各有一名特殊员工，他们能力出众，能够解决各种棘手高难度任务，精准打击异人犯罪行为，属于哪儿都通的特派队员。其人身份极其隐秘，并不对外公开，直属各大区负责人监管，其真实身份和信息不会出现在公司内部档案中，因此皆以临时工代称。楚兰，路北区有异人嫌犯在普通人面前暴露异能，扰乱秩序。公司决定派你和宝宝前去抓捕。嫌犯目前在异人专属区，位置我稍后发你。你们准备，赶紧出发。收到，四哥。怎么最近冒出这么多案件啊？我和三儿正在调查中，你们行动小心点，这些异人的身份非常可疑。姐，什么？挡住啊！哦。楚兰，宝宝，别大意。这几个家伙有点手段，公司的好几个普通员工都在他们手上了。而且我的雷法对他们不起作用，他们身上可能有护身法器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发起，下次发起。这就是法器。楚兰，和最近的案件情况类似，这些异人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势力。三哥、四哥，什么情况？公司的档案里没有这几个异人的信息啊。难道他们不是异人？总部怎么会派人过来？我哪知道啊？走。三哥、四哥，出什么事了？
总部命令，临时工立即停止所有行动，就地控制。相关负责人回总部召开紧急会议。入围的特派队员待在里面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别出来！把手给我松开！你们到底要对他们做什么？在儿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啊！老四，我们是哪儿都通的。冷静一点，你先过去。听我说，待在里面千万别出来，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。走吧。徐队先生，里面请。徐四也到了，人都到齐了。老毕，我们开始吧。陆南的老廖还没有来呢。他不会来了。昨晚西南大区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发生了一起异能杀人案，死者就是廖忠，而杀他的人就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朵。陈朵作为特派队员，违反异人法度，危害极大。他的行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临时工内部的巨大隐患，陈朵必须捉拿归案，其他临时工也存在风险，必须接受全面调查。这件事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暗保，查出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老毕，别那么早下定论吧。找大家来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集思广益，讨论对策吗？就是因为讨论来讨论去，才讨论出今天这个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毕董，一个陈朵犯了错，也不至于要搭上6个不相关的人吧？不相关？你父亲徐翔20年前设立了这个职位，初衷是为了解决艺人界管理的棘手问题。可实际上呢，这些特派队员却个性太过突出，不受控制，行为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违反原则。而且他们的身份还都受到了严格的保密。你们为这些来路不明的人谋取了特权，难道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这些特派队员的选拔确实不拘一格，这点我承认。但是在廖忠出事之前，这些人在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，为艺人界的稳定也出了不少力吧。这里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你现在就因为一个陈朵要对他们全盘清算，多少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吧？老廖是死了，但是陈朵尚未落网，你现在只是推定，没有明确证据。那如果发现陈朵最后是被冤枉的，那你应该怎么解释啊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明白。在廖忠的身体上没有其他人留下的外伤，死因非常明确，杀死他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毒。这种毒是以下毒者本身的气为养分，中毒者内脏会受到腐蚀，这些伤口就是廖忠体内毒发受到腐蚀所造成的。一旦中毒，就无药可解。总部的异能档案中会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路南大区的陈朵。你们对陈朵都不是很了解吧？刚好，我这儿有几个案子可以帮助你们了解。这些案子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被追踪的艺人罪犯全都身中剧毒，十分痛苦。还有一个甚至不是死于中毒，
而是忍受不了那种折磨，自我了断了。那个时候的陈朵在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监控录像显示，陈朵当时就站在那里，十分冷漠，他几乎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任何情感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对这样一个人，你们难道还要替他辩护吗？陈朵作为临时工已经严重失职，藐视艺人纪律，其他的临时工也有相同的隐患，有几十年不换名字的，有暴力倾向无法自控的，还有和权性搅和在一起，反复横跳的。这样的一群人，你们能完全掌控他们吗？能控制他们不闯祸吗？不成为下一个陈朵吗？在陈朵的事情上，总部有错。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让他离开安保。现在，必须要亡羊补牢。赵董，是时候下最后的命令了。陆中已被锁定，陆东已被锁定，西北已被锁定，西南已被锁定，目标已锁定，是否实行抓捕，听总部指示。老毕，对你的态度我是绝对赞同的。艺人界不能乱呀，维护艺人界既定的秩序，必须摆在我们公司的首位。所以啊，对临时工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呢，我们必须要正视。对陈朵这个人，我还是有点了解的。他身上的毒素极其危险，一旦扩散，会杀死所有接触他的生命，当然，也一定会波及到普通人的世界。他不能留在外面。既然陈朵必须得找回来，那么还有谁能比这些临时工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我们当时设立特派队员这个初衷，不就是为了解决像陈朵这样的任务吗？赵董，这可是有点冒险了，你这是在放火归山。只要这个岗位存在一天，他们永远就是我们哪儿都通的员工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，我们还能信任谁呢？行动先暂停吧。我赞同赵董的意见。那我先表个态：如果路北区的临时工出现任何问题，我负全责。你们负责是理所应当的，这也算不上是什么条件。我有一个补充意见：任务期间，各大区负责人的全部职权，包括跟特派队员之间的联络，都交由总部统一代管。哪儿都通虽然大，但也经不起再出现一个陈朵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立刻召集6大区临时工集合，带回陈朵，无论死活。如果带不回，或者其他临时工再出现状况，那就只能按老毕的说法去做了。那临时工这个岗位，恐怕就要成为历史喽。其他的特派队员也必须接受全面的调查，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安保。发现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傅兰，大哥四哥，出什么事了？确实出事了，路南的廖忠死了，涉嫌杀他的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朵。现在总部呢有联合那5名临时工，一起捉捕叛逃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次的联合行动，由总部直接指挥。宝宝，你快下去吃点东西，准备准备。
三哥、四哥，临时工的制度创立到现在，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吗？行啊，你小子够敏锐，之前确实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可以说临时工这个制度啊，是老爹专门为他自己和宝宝设立的，可以让宝宝身份保密，不引人注意，又可以在这世上畅通无阻。这是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宝宝，老爹想出来的最有效的方法。楚岚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吗？这次临时工集结，彼此会碰面，临时工的真面目会被揭开，包括宝宝。如果我们拒绝呢？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总部就有借口彻查路北临时工。最坏的情况是，路北临时工的名额会被收走，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。他的身份如果被公开，会遇到什么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看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。三哥、四哥，这次联合行动我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了，宝宝还从来没有脱离过我俩的配合，单独行动过。他需要一个隐蔽的保护色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密码是宝宝的艺人编号，任务群已经内置了。出发以后呢，总部会通过这部手机与你取得联系。任务开始之后，总部对你们的牵制有限，你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其他5个人。他们的身份和来历都是谜，总部对他们有很高的戒备心也不无道理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次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一定要保护好宝宝。楚岚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准备出发吧。情报显示，陈朵的现身地点已经出现了，机票已经给你们订好了，走吧。我们走了。三哥、四哥，咱们这次食宿标准能不能提高一点？毕竟也是总部指派的项目嘛，你俩就别这么抠搜了。想什么呢？食宿标准不变，超过的部分从你俩工资里扣。快去吧。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生来就不平凡，不知何为怕。冷静典雅，四海为家，一些妹妹独行人世界风华。前路浪大，我责任被下，我需求真相，不顾险境多大。之前不知间迎风踏，习无泪蒸发，世界点一生花。我放过为何去，逍遥望青川，练就我心肠。但随即一遍踏过一遍竹，是面梦一见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。看透这世间一种平平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你好，看2间房。1间120，2间240，押金100。东西，看1间。啊？年费有限，他要申请来租期。哦。我还是很难相信，一个小女孩居然杀了一个大区负责人，而且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廖中培养并提拔了陈朵，就像徐主任对你一样。宝儿姐，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冷血的人吗？而这个坑货，我也早就想干掉徐思了。别老刷附近美食了。宝儿姐，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2兆吗？记得。后来我还找他聊过天，不过他好像很忙，后来都不回我了。比起陈朵，我更关心除了2壮的其他几个临时工。宝儿姐，过来看。这个资料里，其他几个临时工的档案一个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要不我们在群里打个招呼？嗯。
点。原来这帮人都在潜水啊，难怪集合地点也没人提，也不知道这帮人是什么路子。怕啥子？有我在。我怎么怕了？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担心。不过现在也好，宝儿姐，咱们现在最好的策略，就是他们不露面，咱们也不露面，一直到了解清楚这帮临时工的底细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这次的任务目标是成都啊，这些临时工是队友，不是敌人。对待队友要信任。信任那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。宝儿姐，这次你得听我的。哦。各位都到了吧？没有人提起集合的事儿吗？看来各位都不感兴趣啊。也是，要是没有这次任务，哼，我也不想和各位见面。任务简报各位都看了吧？陈朵来到这里之后，曾经与一个叫做万良才的人接触过。这个万良才无一人背景，经营一家小吃店。之后，陈朵就失去了踪迹。既然都不想露面的话，那就由我一个人去接触一下这个万良才。这个任务，由我一个人去完成也行。别想得太简单，陈朵的情报都是由我的线人提供的。等我赶到线人那里，他已经被杀了。伤口与记录中陈朵的手段对不上，陈朵很可能有同伙。现在的线索就是万良才了。夜路长，谁在深渊？夜路长，寻人这一趟，眼即是凡人模样，也就是牛色无常。头顶下手上来激光，历经他身后的枷锁，也换把人生的伤的支离破碎，如此开花。老板，再加份羊肉。好，来了。羊肉啊，慢慢吃啊。你好，来吃点来。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？我们这招牌就是羊肉粉，要不你上哈嘛？从现在开始，一个字都不许说，给我闭嘴！不用担心，廖叔。有人说他能治好我的身体。陈朵，什么有人说？谁说的也不行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些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现在马上跟我回去。对，廖叔，重要的不在于这些，公司也好，安保也好，也都不重要。对我而言，重要的只有你。陈朵，你别逼我！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恶如天却绝痛，如若雨如即时巨空。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。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。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巴黎
战斗，寻找机会对手，准备夹带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神流下向万物兴，带领历史功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上天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源头，年绕我心头，我信我自由。哎，起来，即使悔不当初，化身为兴起极乐行之物。当时被那个冯宝宝掰成那样的时候，明明很舒服的。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敲门？装神弄鬼。要我跟你来是吧？我来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甩头一刺。 还有一个，稍稍奔着要害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果然不是人，手艺不错嘛。是谁把你们做出来的？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如此精妙的神技术，超出我们武侯家太多了。 不过嘛，还是有缺陷的。明明是打学的手法，有时认学，有时却是乱打，而且不是2个，连阵中有几个对手都不知道，我武侯奇门的名头就算白混了。出来吧。
漂亮小子，怪不得村长看得上你。筋骨已经活动够了，就你们这点伎俩，还真不值得我动真格的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村长吩咐，办得到的话，顺手除掉武侯派的诸葛青。应该没错，无论怎么看，都像是家里面的手艺，神机。但这样的水准，还真是难得一见。是，他在。村长找你。从刚才就村长的，那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接电话。喂，村长是吧？找我有事吗？诸葛老弟，你好啊！我的人有对诸葛老弟不太礼貌的地方，多多包涵。你的人可是好好的跟我打过招呼的，结果你还满意吗？并不是故意挑衅你，那只是自我介绍的一种方式。你收拾掉的如花就是我的作品，怎么样？还有点意思吧？